当我再次听到 1000XM5 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原来科技的进步变成说，你现在真的不一定是说都要用有线的耳机，然后接着这种好的播放器，你才能享受音乐。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我的正前方摆非常多的耳机哦。基本上目前 Sony 它一些比较重点的耳机产品，像是从 Walkman 系列，它的入门的 A306， 中阶的 ZX707。到中高阶的这个黑砖金砖，一般耳机的产品从 Z7M2 到这个 Z1R， 还有分旗舰的耳罩以及入耳式的产品，那我们都有做陈列。那这个是专业的监听耳机产品线的部分，比较入门价位带的7506，以及我们上回有开箱过这个 MV1 耳机。那到上回我们也有讲过的这个 Sony InZone 电竞系列的 H3、H7、H9， 那以及呢，今天我们所要讲的这个 Sony 最经典款的降噪耳机的主角 1000XM5。那其实 Sony 他们这个系列降噪系列有出耳塞式的叫 XM4， 它的差别在于说，如果是耳罩的话，前面是 WH1000XM5， 那耳塞式的话就是 WF 开头。其实你说这部影片它算是一个开箱吗？我觉得也不算是，因为 1000XM5 它在1年前就已经发布了。有很多的 YouTuber 有分享一些关于它的佩戴感啊，它的一些基本操作啊，以及一些音色的主观感受。所以呢，我想说这部影片的话，我们要给大家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资讯，也许我会从几个部分来做着手。那第一个部分就在于说，以一个电玩玩家或是一个电脑玩家的这种身份来讲说 1000XM5 它可不可以取代一个电竞的专用耳机，以及它使用的起来感觉是怎么样。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前阵子我有测试过这个 LG Flex 的曲面萤幕，加上后来又测试了这个 Sony 他们的 InZone 的电竞耳机。我每天下班后陆陆续续的都会播2-3个小时去玩这个射击游戏 Apex， 现在累积的游玩时数也来到了400-500个小时了，就是也不算少啦。这样子，我相信大家很少看到说测试一些萤幕或测试这个电竞耳机，他会去玩400-500个小时。我觉得这样应该不多。那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你是拿了这个 XM5， 或你买了一些 Sony 的系列产品，然后你觉得说音色还想再更个性化的话，你要怎么去做所谓的 EQ 的调整，就是在这个 Sony 他们的 APP 里面怎么去做调整。那以及我个人我再去调整一些音响产品、声音产品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样的一些歌曲工具，或是我抱持一个什么样的逻辑，我觉得这部分来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就是会跟一般的开箱影片有点，我觉得算是不太一样吧。好。那在讲这两个部分之前呢，我觉得还是很不免俗的要讲一下 1000XM5 它的一些外观与功能的介绍啦。首先呢，它这个颜色就是做黑跟白，算是白金银的颜色嘛，然后现在还有出了一个午夜蓝颜色的部分，大家就随个人喜好去做选择。那一个耳机我们来讲说，你觉得它好不好？其实就几个重点嘛。第一个就是所谓的舒适度，第二个就是音色。那音色的部分我们后面再跟大家讲。舒适度的部分有分成几个部分哦。第一个就是重量，你一个耳机如果你重量就1公斤重的话，那基本上不用讲其他的啦，你大概戴几秒你就想把它拿下来。1000XM5 它的重量是250克，跟上回之前我们所讲的 MV1 来讲呢，它多了大概30几克。你说佩戴上来讲会成为一个负担吗？我是觉得还好。以我一个成年男性来讲，我带着它上班，假如7-8个小时听音乐，我是觉得还 OK。然后在它整个的这种，我觉得要特别讲的就是说 1000XM5 它的整个耳机的材质啊，不管是它的耳罩的那个耳壳，或是在它的头梁的这种皮质的上下缘啊，你摸起来的时候，你会感觉是非常的自然，非常的舒服。就是它不是一种很光滑到你觉得很不自然，也不是会让你觉得摸起来很粗糙、很有阻力的感觉。如果你有摸过像他们家的一些颈挂式耳机，你就会知道说那个所谓的自然是什么感觉，就是它有点像皮肤的那种舒适度，就是它有调过的，它不是单纯就让它的一些材质摸起来很滑很滑，就完全没有摩擦力，那样摸起来也很不自然。那在耳罩的部分，我觉得戴起来也算是舒适的，不会到很夹耳朵。就如果你有戴眼镜的话，常戴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当然说，如果你说你夏天你不开冷气，你戴5-6个小时，那会不会闷热？我觉得这难免，因为你耳罩式的一个耳机产品，你只要夏天你不开冷气，我相信你再怎么样的去做材质的改善，都是会热的啦。但是以一个正常的室内空间，假如说图书馆有开冷气的，我觉得你长时间的
佩戴，在佩戴感上面你是会觉得非常的舒适的这样子。那第二讲一下它的续航哦，就是开降噪又开听音乐或通话，大概都会有20-30个小时的续航。其实以我这几天使用下来讲，我也没有丝毫觉得说电量会成为使用它的一个问题。那接下来讲一下它的一些单体的部分，我觉得这个就还好，因为它30nm的一个新的单体，有人说它比上一代是40nm，这一代变30nm，但我觉得以消费者来讲，最在意的还是一个音色跟功能上的表现啦。那接着要讲就在于说，好，按键的部分基本上它也很简单，就是一个是电源键，那一个是降噪功能的按键。降噪功能呢，跟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 Sony H9 电竞耳机一样，3个模式，完全不开降噪，跟这种叫做环境音降噪模式，我把它叫做对话模式好了。那最后就是最强的降噪模式的开启。那 Sony 这个降噪模式有多强？我相信就是大家已经看很多人开箱了。那我直接讲一下我的感想，就是如果你开启最强的降噪模式，然后你又上班又有听音乐，基本上我在用这款耳机的时候，如果你要叫我，你只能碰触我，或者是你要在我的视线范围内去做一个很大幅度的移动，我才能知道说你现在是要找我，才会引起我的注意。要不然平常如果我戴这款耳机开启最强降噪的功能，就播音乐，我是跟外界基本上是完全隔绝开来的，就是它的降噪功能是非常的厉害。那它降噪功能非常厉害，其实也要归功于说它这个机身有做抗噪麦克风阵列的设计，在它的左耳壳你会看到有4个这个降噪麦克风，那在右耳壳的部分你会看到有3个，那这基本上就是它平常可以做降噪的麦克风收取外界的噪音，它就要发生一个反向的波。其实这个原理有点像是你看那个七龙珠里面有那个龟块气功波，两方在那边互射的时候，那个中间抵消的那种感觉哦。那这个麦克风阵列呢，基本上它还可以说你在通话的时候，假如今天你有 LINE 打过来，你要接电话，它可以当做你一个通话的麦克风做兼容的使用，所以这也是非常的方便。好，那讲完了按键，讲完它的外观的一些构造之后，我觉得来分享一些比较有趣的操作。像它的右耳壳的部分，其实是有点像触控的面板，它可以给你做一些直觉的操作。你一根手指头，然后去做点2下的动作，是做播放与暂停；那一根手指头去做前后的滑动，它是去切换上下手。那做上下的滑动是做音量的加减。那有些人会讲说，它音量加减的部分，就是它往上加音量的时候，不能去做很快连续性的加的动作。我是觉得还好，因为基本上你在听音乐的时候，你不会去做很大幅度的音量的一个调整。那另外，如果你加音量的时候，音量跑动的太快，其实对听力来讲也是蛮危险的。其实基本上，我觉得你在调动的时候，音量大概你调个3-4个，那个差距就蛮大了。所以这部分我是觉得还好。那它触控的部分还有一个比较好玩的，就是说你用2根手指头长按的时候，它会进入到语音模式的这个切换。那语音模式是什么呢？就是说它今天它可以自动感应说，我一讲话，它就进入一个对话的降噪模式。就假如说我现在我去外面，然后我去买东西，我就跟店员讲话的时候，它就开启这个对话降噪模式。这个降噪模式呢，它不会说把人声消除的非常的多，但是可以让你免除一些环境的噪音的影响。那一根手指头长按呢，是开启，假如说你有配合 Siri， 你有配合 Google 这个 OK Google 的功能，你就可以直接去下一些指令。假如说你在外面，你想去查一下今天的天气怎么样，你就可以用1只手指头长按，就是我觉得算是方便操作的功能。那假如你用3只手指头以上，你直接去罩住你的右耳壳，它就会直接进入到这个对话的通透模式。基本上我觉得你带着1.5的时候，你借由手指的操作，你是可以完全不用去碰播放器的。如果你没有特别去做挑歌的话，暂停播放都可以很轻易的去达到。甚至你把耳机拿下来的时候，它自己就会去做侦测暂停的动作。那我觉得这些都算是蛮方便的。好，其实这些东西都蛮多人讲过了，包含它 APP 还有一些那种定位的功能，这后面也许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但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于说，这款耳机如果以一个电玩的角度来讲，它可不可以当做一个这种电竞耳机使用？为什么会想讨论这个话题呢？因为其实我之前录一些耳机相关的时候，都会有人在 YouTube 底下提问。假如说我录 MV1 或者我录这个 Sony H9 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我可以把这个 Sony 的 MV1 耳机来当做一个电竞的耳机使用，因为它是监听耳机嘛，那它的定位感很好。那我拿来玩游戏有没有什么不行的？就我能理解大家这个心情，就是你今天都已经花了一份钱，你当然希望说你买了这个耳机什么都能用。我买降噪耳机，我当然不希望我只有念书的时候可以用它，我希望我运动的时候用它，我玩游戏的时候用它，每一个时刻我都会用它，这样感觉就很划算。那以我自己来讲的话，首先我先讲2个部分。一些 XM5 它可以无线的跟电脑连接，也可以有线的跟电脑连接。就你没有听错，它有一个 3.5mm 的耳机孔。
那蓝牙连接，它在玩游戏的时候，尤其是射击游戏，它会有一些的延迟。但是我觉得这种的感觉是能不能接受，真的要看个人。就以我举例来讲好，其实我以前我都是用罗技的蓝牙滑鼠在玩射击游戏的。那直到说又有前阵子我在做电竞相关产品的测试嘛，我就想说，那我来体验一下所谓的电竞滑鼠好了，我就跑去光华商场买了一个罗技的电竞滑鼠，结果用完之后我发现，哇，这个真的是有差。你按下射击到你画面出现那个枪的火光，那个感觉真的是就是一触即发的那个感觉。就是你以前用蓝牙的滑鼠或键盘，因为你没有比较，你没有感觉。但是你一旦买那种电竞滑鼠之后，你会觉得那个时间差就跑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原来你以前你跟人家互相射击的时候，你会输是因为你慢人家一拍。当然这也是可能是一个借口啦，但是就是你用了电竞滑鼠之后，你就没有这样子给自己找借口。现在它的就是一触即发。但是你说在射击游戏里面，声音一触即发是必要的吗？会说真的是看个人的感觉，因为像我自己来讲，我体验过之后，我就会蛮不习惯说那个你枪声就没有跟得那么紧。那但是你说它会很影响你整个游戏的表现吗？我觉得那倒可能也不会。就声音，你说滑鼠差很多，我认同，因为你开枪就比别人慢。但你说声音会差很多吗？我倒觉得可能还好，但是这个就是看个人的感受，因为你知道了有延迟跟没延迟，你能感觉出来之后，你一直有延迟的话，你就会觉得哪里不对劲，你就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以我来讲，无线的状态下，1000XM5可不可以当做一个电竞的耳机？我是觉得以我来讲，我不能接受啦，但是我觉得有些人也许他可以接受，但是这个就要你实际体验之后来做决定。但是我比较推荐的是说，因为我刚刚讲到1000XM5，它有 3.5mm 的耳机孔，那我觉得这个也是 Sony 它的一个，你说它对环境环保的一个支持嘛？它设计了这个 3.5mm 的耳机孔，所以很多人他们其实买电子产品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这个东西会不会很快就坏掉。那1000XM5它设计了 3.5mm 这个耳机孔，今天就算你这个耳机坏掉了，它也可以一样当一个有线的耳机使用。那其实 Sony 它这个音色来听起来讲，觉得也还 OK。所以今天就算它的电池真的你用了3、4年、4、5年它坏掉了，它还是有一个这种有线的耳机可以当做一个替代。我觉得都很不错。那更不用讲的是说，它在使用这个有线连接的时候，你接上电脑，接上你的一些播放器，它是可以开启降噪功能的。所以，假如说像我是用这种电竞笔电，或是你本身的萤幕是有麦克风的，那你接上这个 1000XM5 的时候是非常好的选择。为什么呢？因为你在接上这个 1000XM5 的时候，耳机本身的麦克风是不做动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时候只能用笔电的麦克风，或是用你萤幕的麦克风。你接上有线，自然就没有延迟的问题。那加上降噪功能，我觉得降噪功能在电竞耳机里面也算是一个，我以前会觉得说降噪为什么要降噪，就耳罩做的隔音够好就好了。但我后来发现，你如果耳罩要做的隔音很好，第一个又很大，又会很夹头，所以有降噪功能，有时候真的是它可以很大的一部分去提升舒适度。对于玩游戏来讲，你玩游戏你要玩个2、3个小时吧，这样才过瘾。那个长时间佩戴来讲，真的是降噪功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所以以我玩游戏来讲啦，我会比较推荐大家说用有线的。如果你 XM5 你真的只有一份预算，你又想要听音乐，你又想要玩游戏，那我会建议说，玩游戏的时候你接 3.5mm 的有线，然后开启降噪模式去做使用，这个是我比较推荐。那当然，如果你感受不出来这个蓝牙连线的时候有任何的延迟的话，那当然你用无线的去接电脑玩游戏，我也没有意见。好，那这个就是第一部分。如果你身为一个游戏的玩家，你对1000XM5你是什么样的看法？那接着呢，再讲说音色的一个调整。其实 Sony 这款耳机，我在刚开始听的时候，我觉得预设的音色来讲，对我而言，因为我之前听的都是一些比较像 Sony MV1 或者什么7506，或是一些监听式的耳机。坦白讲 ，Sony 这个 SM5 对我来讲，低音有点太过肥厚了。然后我也觉得说，以口味偏好来讲，我觉得人声没有那么的锐利，那空间感比较没有那么的宽广。但是我觉得这都是跟 Sony 自己家的那个 MV1 的耳机做比较了。那当然 Sony 还有一个 Headphone 的 APP， 你可以使用它的手机 App 去做音色的调整。那这边呢，我就来跟大家讲解一下我怎么去做音色的调整，以及我的一些思维哦。好，首先进到它的 APP 里面，当然它 Sony 的这个耳机调整的 APP， 它有非常多的功能啊。包含我刚刚稍微提到，它有个定位的功能，我觉得它应该跟 Google Map 做联动，侦测到你在移动的时候，你在走路，它就开启这个对话通透模式。那发现你不动，你都在定点，它就开启最强降噪模式。但我觉得这部分其实很多人都有介绍了，那我们重点就在于说怎么去做调音。调音的部分 ，Sony 他们有一个 EQ， 那它 EQ 基本上是做6段的，但它有很多预设模式啊，记得有平静、有欢快，有一些，其实那些模式很多，大家可以听听看差异。
那在这自定的6段 EQ 上面，首先我们会看到有数字是400、1K、2.5K， 然后 6.3K 跟 16K， 这是它的5个频段可以做调整。那接着在最底下有一个 Clear Bass， 这个就是第6段去调整 Bass 音量的。那基本上在调整所有的音响产品之前，我都会先调整一个东西叫做人声的感觉。像我们摄影的时候，我们在调色，我们会决定人的肤色，人的声音是你最熟悉的声音。你在调整的时候，它会先决定你整个音色的基调。那如果你要调整人声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你要准备一首你非常熟悉的音乐，那去做各种你以后遇到不管什么样的音响器材，你都用那个音乐去做一个测试，因为你这样熟悉了之后，它才有一个比较的比对值。好，那人声的话，其实我最近都用 Clara 的那个专辑，它有几张专辑就只有人声跟吉他的伴奏。我觉得这种类型的音乐非常适合，因为你配器不复杂，所以你对人声的专注度可以非常的 focus。那吉他的伴奏，其实它在调一些高频率的区段，它也能很好的去反映出来音色的变化。好，那我用这种人声搭配吉他的去做调整的时候，我跟大家讲就是说，如果你在 Sony 的这个频段调整里面呢，它的 1K 跟 2.5K 是比较联动的，它会去决定说人声在这个音乐里面的占的比重跟远近的感觉哦。那 1K 的话，它比较多去调整的是那种喉音的感觉，那 2.5K 的话，它就会比较像是去加强所谓的鼻音，去加强那种唱歌的那种鼻腔的共鸣。那这部分的话，其实我 1K 我听的话，我会加到6。那其实 2.5K 的话，我觉得你加到正4到正6，就正3到正6这个区间都还算 OK， 看你喜欢人声怎么样的一种唱腔的感觉。那另外一种调整方法就是说，你 2.5K 如果调到-4或-5的话，它的听感会比较像是人声跟乐团的比例声会比原本的稍微突出，但是它就会跟乐团比较融合。我觉得那有点像监听位的表现嘛。但我来讲的话，我会喜欢整个人声都是比较突出的啦，所以我的 1K 跟 2.5K 大概会开到都是正6或者正3、正4的位置。好，那接着呢是 6.3K 的部分。6.3K 的部分，这部分它就会影响一个吉他的拨弦的那种清脆跟扎实的，应该说它吉他拨弦的脆度啦，这么讲。那这部分其实我是开到正5，因为我就喜欢说人声比较锐利之外，像吉他那种拨奏要比较有颗粒感，比较有清脆的感觉，就比较有张力。然后接着呢 16K 的部分，它就决定整体的一个空间感。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开到正4、正5都还算 OK， 看你喜欢 echo 感多重。那接着调完这部分，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一个比较，我们就要调整低音了。调整低音的话，我建议大家你就准备大概2种类型的音乐啦，一种是比较偏乐团的类型，自然的电贝斯，还有大，还有吉他，有人声，比较一个自然的频率。那接着你可以准备第2种音乐，它就是比较电音的，它的有低音，然后是那种人工制造的低音，它可以到非常的低，但是也不要都是持续的，它就需要有一点节奏的。好，那我在测试的时候，我是用一首叫 Plesia 的 Playing God 去做测试，它就是一首音乐，然后它有很多的那种电贝斯跟鼓去做结合哦。那我一开始调的时候是调这个400赫兹的频段。你在调这个400赫兹的频段的时候，我一开始我记得是调到正4还是正5吧。你在调这个频段的时候，它主要是决定说电贝斯的饱满的程度，就是你会觉得你的那种音乐的氛围都被贝斯饱满住了这样子。那你在调这个时候，同时也会影响到一点你人声的厚度，就是它这个胸腔的共鸣会再被加强一样。你这边的400赫兹调整完的时候，我建议大家整个调整完还是要用多种音乐去测试一下。那 Clear Bass 这边就很简单，它就是调整一些那种大鼓的强劲的感觉。但是因为 Sony 本身它的音色预设，我觉得低音都给的算对我来讲有点算过猛，所以我这边我 Clear Bass 我会开到-1或-2。那这边做完测试之后，我就会再拿，像我刚刚我说拿乐团歌嘛，然后接着就会拿，假如说一些 R&B 啊，像我们之前有介绍那个 Mary J. Blige 她的 Good Morning Gorgeous 做一些测试，然后我接着会听一些古典乐，再听一些人声，然后去听一些，甚至我回头再用人声跟吉他再去听这样子，因为我刚刚有动到400赫兹，其实人声的厚度是有影响的。那我要去听一下，说现在人声会不会对我来讲是太厚了？那所以我听完的时候，我回去再检视完之后，我再把这个400赫兹再往下修到正3的位置。所以其实你看整个音色在调整的时候，我们是会有一些所谓的调整的标准的，你说音乐也好，说它是个工具也好，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制式的音乐。
那其实我们调整的时候是会有一个先后的思维，假如说我要先把人声调整好，我再去调整乐器，调整空间感，最后再来调整低音。所以当然也不是说这是一个必须你就是一定要这么做，但是我觉得对于新手来讲，有一个算是制式的步骤或经验，它是有条理的。那你在调整的这个过程中，你会比较有方向。而且我觉得有时候这种东西调整音色它非常有趣，是一个因为音色这东西很主观，所以你在调整的时候，其实它是在追寻你一个个人的声音美学的探索，这是一个过程。那你买了好的音响产品，你去调整它，其实你的感官、你的听觉、你的整个的那种你的知觉能力是提升的，这也是一个乐趣。就是你买了好的产品，然后你去调整它。然后你的那种音乐的感知能力又提升了，然后你接着又会对声音的整个音色的要求、对音质的要求又会再更上一层楼。这样交互下来，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你买好的音响产品、买好的电视产品或买好的摄影的产品，你慢慢的你会感觉到，你的那种听力跟以前都不一样。我觉得这有时候也是一个乐趣啦。你在一个自我追寻的这种过程中，你就会得到很多的一个乐趣。好。那其实音色的调整完了之后，然后我建议大家说，因为你音色调整的时候，你是在一个自定的档位嘛，那你调整完之后，你可以在自定1调整完，自定2它开启就是预设都是平的，没有任何的调整。你在这2个模式下，你去做左右的切换，你这样才可以很明确的听出来说，我到底调了什么东西？我跟预设的都没有调过的话，那个差别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比较也是非常有意义的。调完之后听一下自己调音完的成果，也是算蛮有成就感。所以其实这集的重点主要就在讲说，我觉得1000XM5它可以作为一个电竞耳机的使用，就是以玩游戏来讲，那以及音色的调整。其实我在以前我是所谓的有线耳机派，我一直以来都是，不管是音响或耳机，就我会觉得说我只要听到无线。我就觉得那就是音质很烂的，那就是音质很差的，我的耳朵一定是受不了这些东西的。但是我觉得像最近1-2年又开始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又重新接触到一些无线的产品，不管是音响或是耳机。那我觉得科技的进步真的是非常的大，像1000XM5它无线的规格，其实它有支援到蓝牙的 LDAC， 它可以用蓝牙去送这种 CD 音质的音乐，甚至送一些 Hi-Res 的音乐。那当然我有发现说，像我一开始用 iPhone 去接1000XM5的时候，那个音质就比起我用 Sony 的 ZX707 或是用 Android 的3星的手机来讲都差很多。我就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但我后来想一想，不对，因为 Sony iPhone 它是使用蓝牙，是使用这个 AAC 他们的格式，那这个格式码率比较低，所以它送出来的音质也比较差。那如果像 Sony 自己家播放器有支援 LDAC 的话，那出来的声音自然就会有差的这样子。但是我觉得看个人啦，因为它的整个的方便性，就算用 iPhone 听，也许对我来讲我是不能接受的，可是对很多人来讲，也许他觉得又不错。那更有趣的是说，因为像我讲说，我以前是有线耳机派嘛，那我用这个1000XM5我去接 ZX707的时候，我自然就会想说，那有线的去接跟无线的接，那音质应该要差很多啊。但是我用 1000XM5去接 ZX707的时候，不管是有线或无线，我觉得差距其实是非常小，甚至我敢说，如果今天我不是很认真在做比较，根本分不出来哪一个是有线的状态，哪一个是无线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种真的是有点颠覆说，因为像我接触无线耳机，可能也都是有没有10年了，但这期间我一直都没有去接触这种无线的产品。当我再次听到1000XM5的时候，我才觉得说，原来科技的进步变成说，你现在真的不一定是说都要用有线的耳机，然后接着这种好的播放器，你才能享受音乐。有时候你用无线的耳机，然后有降噪功能，佩戴又很舒服，这种产品，我想一想，也许它才是更符合人们的需求，就让人们的生活品质更好，让大家就听音乐是更放松的，更喜欢去听音乐的。那以往也许我有线耳机这种，它才是一个旧时代的一个产品，人们要去配合这种产品。但是像1000XM5它不是，它是主动来配合你的生活，去提升你的生活品质，让你的整个的这种精神啊，让你整个听音乐的那种氛围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也许才是音乐产品或音响产品它应该走的一个方向，更符合人们的需求，让人们的生活更便利。也许我这种有线耳机的旧思维，在这个世代是应该需要被改变了这样子。那也期待说 Sony 接下来能做出更多颠覆我以往认知的这种好耳机产品。好，那这是这次对 1000XM5 的一个分享。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我应该有机会的话，希望在7、8月能做一个 Sony 整个年度的耳机选购指南啦。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的产品没有去做一个开箱评测，像是黑砖、金砖啊、Z1R， 像它还有一些佩戴式的，还有蓝牙喇叭，很多很有趣的产品都还没有做测试。那不要讲说 Sony 了，其实还有 B&O 的，然后还有 BOSS 的，很多都还因为时间繁忙，一直没有去做一些开箱，就是希望说，也许7、8月可以给大家一个，起码在 Sony 的这个产品线上能给大家一个选购的方向。不管是说你是喜欢玩电动的人呢，你是喜欢玩音乐的人呢，或者是你喜欢玩音乐又喜欢玩电动，预算有限，你要怎么选？我觉得这个是蛮多人想要听到的一些资讯的。那也是我们店家，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我们去做横向的比对的时候，其实这个体验我觉得会是非常真实的。那这次的节目就到这边，我是 Alan， 有什么想要看的、想要听的，都可以在我们 YouTube 的留言区底下留言哦。希望大家按赞、订阅、加分享，因为拍影片真的是就是要耗费很多时间，然后也耗费一些精力。那如果大家可以订阅的话，也算是一种鼓励，这样子。好了，那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喽，拜拜。